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《深夜化妆的女人》。我的表妹是学医护专业的，毕业之后她就去了我们县城的一家不错的3甲医院，做起了护士。家里人其实都是反对的，一来收入不高，二来呢工作又辛苦，还经常要上夜班，随便在公司找个文员的工作，难道不比这个强吗？表妹算是一个比较有主见的人，既然她选择了护士这条路，就没有理由中途下车呀。不过她的坚持只维持了大半年，我听姨父说她现在已经辞职了。我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，但据我对她的了解，肯定不是吃不了苦这么简单。这个周末我正好没事儿，就约表妹出来吃饭，也顺便问问她到底是什么情况。一见面我就感觉表妹的脸色不好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是不是身体出状况了？我有些担心她现在的状态，就问起了她的情况。你别瞎猜了，我身体好得很。表妹只是笑笑，似乎不愿意多谈此事。我早说了护士不好吧，你也不听啊。不说别的，就光说上夜班，这对女人的皮肤可是毁灭性的呀。我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了。我的一个朋友还说，护士接触的病人在化验结果出来之前你都不知道他有没有传染病。随后我又搬出了另一个朋友的说道，我的一番陈述倒是没有对他产生影响，他的表情没有变化，只是眼神阴沉了一些。这件事儿我只跟你说，你可别说出去啊。他这么一说，我就知道事情肯定不那么简单，便闭上了嘴，听他把事情一一道来。他说刚做护士的前几个月，表妹还是劲头十足的，干活勤快，业务也熟练，和住院区的病人处得很好。可没过多久，就开始碰到一些奇怪的事情。这第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一天晚上查房送药，在经过一个病房的时候，他突然听到一声惨叫，那个声音很凄厉，就像那种垂死挣扎时发出的叫声。表妹以为是病人出事了，赶紧推门进去，可是一进去发现病房里的病人正在睡觉，根本不可能发出这种惨叫，而且病人本身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。这件事情之后，奇怪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的发生。比如在上厕所的时候，透过厕所隔间的门缝看见一双穿着白鞋的脚，可是推门出去的时候又什么都没有了。有一次看见走廊尽头有一位老人要下楼梯，表妹就赶紧追过去想扶他下楼，可他走到那边的时候，老人却不见了。更离谱的一次是在办公室的墙上看见了一张人脸，那个人脸不清楚，就是一个轮廓，像是在笑。不过等他站起来靠近了，想再看清楚，却什么也看不到了。遇上一件怪事还能说看错了或者听错了，可是接二连三的遇上怪事，那不就是撞鬼了吗？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，怕这些干啥？况且我又不信这个。表妹的表情有些僵硬，但还是强装镇定。那你怎么辞职了呢？你在怕什么呢？看他这么嘴硬，我又有些想打击他了。一开始我是没太当回事，直到遇到了那件事儿。只见表妹叹了口气，无奈地笑了笑。这件事儿还是发生在值夜班的晚上。那天晚上她在重症监护室值班，大约快到凌晨1点的时候，表妹离开了护士站去上厕所。因为在1点的时候会有医生来查房，她怕到时候想上厕所影响了工作，所以就提前去了。厕所和抢救室在同一条走廊上，又是半夜，所以人很少。表妹进去的时候就她一个人，她的胆子还是比较大的，但
但总归是有一些心虚。这大半夜的上公共厕所，换成男人也未必能够心平气和。表妹抱着速战速决的想法，快速地上完了厕所，倒也没出什么幺蛾子。她走到洗手台前洗手，拧开水龙头后却不出水，水龙头只是发出了咔咔的声响。表妹心想，这是不是停水了呢？却听到后面有高跟鞋的声音。表妹回头一看，发现是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人。女人表情高冷，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。女人走到镜子面前，根本就没有看表妹一眼。只见她默默地从包里拿出了粉饼，开始往脸上抹粉。女人的动作很优雅，一副慢条斯理的样子。表妹心想，这么晚了，为什么还要化妆啊？再结合她的穿着，不免就把这类女人归类为风月场所的人员。谁知那红衣女人的眼神一下子就看向了自己，显得锐利至极，似乎看破了表妹当时的想法。怎么这么晚了还化妆呀？表妹一时心虚无比，为了缓解尴尬，就主动和她说起了话。女人收回了眼神，又拿出了包里的口红。一会儿有人要来接我，我得好好打扮一下。她也不看表妹，开始对着镜子抹口红。听到这句话，表妹的第一反应是奇怪，这大半夜的，谁会来医院里接人呢？正想着，只见女人似乎已经化妆完毕，把口红塞进了包里，就打开了水龙头。一时间，水哗哗地流了出来。表妹突然想到，刚刚明明是没有水的，怎么现在就有水了呢？便向女人的洗手池看去，只见女人的洗手池里全是红色的液体，水龙头里一股股红色的水流正浇在她的手上。这一看就是一阵的眩晕，胃里也是阵阵的恶心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女人却丝毫没有在意，正慢悠悠地搓着手。这时候，表妹发现女人的脸色变得惨白，而白色的皮肤上星星点点的黑斑也是清晰可见。表妹这个时候不敢再待在她旁边了，她捂着嘴晃晃悠悠地后退了几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她又看见更为惊人的一幕。只见女人后脑勺的位置上有一个大坑，血正从她的后脑勺噗噗地流出来，她的整个后背也都已经沾满了鲜血。那一刹那，表妹的脑海中就只有2个字：逃命。她扭头不再看女人的身影，撒开了腿，以最快的速度跑离了厕所。不过好在女人并没有追上来，她似乎从一开始就对表妹不在意，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那天晚上，她整个人都魂不守舍，脑海中一直浮现着女人惨白的脸。到早上交班的时候，正好赶上手术室的陈医生过来填资料。陈医生，晚上是不是有个女病人送过来抢救的，穿着红色的连衣裙？表妹试探性地问了一下。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是在重症区值班呢吗？陈医生看了一眼表妹，有些奇怪。没什么，我就是问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人。有啊，穿着红色的连衣裙，送过来的时候啊，已经因为失血过多休克了，挺漂亮的，才30出头。我们抢救了很久，可惜呀，还是没有抢救过来。
他说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。哎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据说呀，这个女人做小三儿被原配找到了，随后陈医生又略带神秘地凑近了一点。原配找上门之后就发生了争执，而在争执中，小三儿撞到了后脑，当时就流了很多血。那天表妹回去之后，整个人都处于失神的状态，她反反复复地回忆起那个女人和她说的唯一的一句话：一会儿有人要来接我，我得好好打扮一下。是谁来接她呢？肯定不会是活人吧，而她即便是死了，也想漂漂亮亮的走。后来表妹还专门找人算了自己的生辰八字，她似乎知道了自己为什么老是能看见那些东西了。一来呢，医院确实是聚阴之地；二来，它是极阴的体质，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，所以他自己平时要带一些具有阳气的东西，而且还要远离那些阴气十足的地方。之后啊，表妹自己也考虑了很久，最终决定还是辞职不去医院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如果您喜欢的话，请订阅、转发、评论吧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欢迎下次再来。